90年代，做海员的爸爸死在海边，妈妈当场撕了大学录取通知书，进纺织厂，一天打3份工，照顾我和奶奶。同村考上大学的人都有了好的出路，妈妈却累出一身重病，甚至被绞断了2根手指。深夜，奶奶心脏病发，我和妈妈送奶奶去医院途中遭遇车祸，全部殒命。死后我才知道，我爸是假死。小三替他生了心心念念的儿子，他带着家里全部的积蓄，一家3口在国外过着神仙般的日子。在睁眼，爸爸在海边失踪的消息刚传回来，妈妈看着录取通知书犹豫不决。这次我一把抢过他手里的通知书，妈妈，你要上大学，挣大钱。再次睁眼时，耳边只听到一阵小声呜咽。我环顾四周，只觉得眼前的一切特别熟悉，直到看到镜子里照出只有几岁模样的自己，我才确定我真的重生了。我回到了我妈要撕毁录取通知书的那天。我妈坐在沙发上，双手捧着一份大学录取通知书，肩膀剧烈耸动。突然，她像下定了决心，举起通知书就要撕下去。就在这时，我飞奔到她身边，一把抢下了她手里的录取通知书。我抬头看着她，一脸坚定：“妈妈不要撕，妈妈要上大学。”我妈哭得更凶了：“妍妍，妈妈不去上学了，你爸在船上失足坠海，生死未卜，妈妈得挣钱养活你和奶奶。”她伸手又要拿走录取通知书，我把通知书死死抱在怀里，固执地朝她摇头。妈妈，只有上大学才能挣大钱，现在家里苦一点没关系的。奶奶也从房间里杵着拐杖出来，自从爸爸失踪的消息传来，她已经好几天好合眼了。安珍，妍妍说的对，你去上大学吧，为了考大学，你天天晚上熬到凌晨，好不容易考上了，绝对不能放弃。家里还有我呢，我就是拼了这把老骨头，也帮你操持好这个家。我妈泣不成声。我是重生回来的，上辈子我爸突然要去当海员，奶奶和妈妈都不同意，因为海员特别辛苦，经常一出门就是半年。没想到我爸一意孤行，他说他当海员也是为了让我们一家更好的生活。见他心意已定，妈妈和奶奶只能同意。可没过多久，就传来我爸在船上意外坠海的消息。奶奶受不了打击，身体一天不如一天。我妈为了照顾我和奶奶，只能忍痛放弃了自己的大学梦，进厂做了女工。后来奶奶心脏病发，我和妈妈送奶奶去医院的路上，一辆超速的大货车疯狂碾过，我们3人当场丧命。死后我才知道，我爸当年是假死。他在外面的情人给他生了个心心念念的儿子，现在一家3口在国外过着神仙般的日子。从我记事起，我爸就和我妈提过很多次要再生个儿子，他说女孩没用，季家不能在他这段了香火。但我妈不想我受委屈，坚决不肯要2胎。所以我爸在得知自己有了儿子后，立刻决定和小三远走高飞。担心我奶奶是个累赘，所以干脆想出假死的办法，去国外过潇洒日子。更过分的是，他为了让我妈心甘情愿照顾奶奶，竟然用为了给家里挣钱才意外身亡的方式，道德绑架了我妈。而我的妈妈为了这样的渣男，放弃了自己辛苦拼搏的梦想，最后更是惨死在车轮下。现在我重生了，我绝对不能让上辈子的悲剧再次上演。深夜，我妈房间的灯还亮着，我蹑手蹑脚地进去，她正坐在床上一遍遍地数存折。妍妍，家里的钱都没了，你爸偷偷把钱都取走了，我们1分钱都没有了，这个大学我不上了，我不能用你奶奶的养老钱啊。我努力爬上床，小手盖在我妈的手掌上。妈妈，爸爸是假死，他去国外和新的老婆儿子过日子了。我妈瞪大了眼睛，不敢相信我说的话。妍妍，你是不是睡糊涂了？你爸是坠海了，怎么会去国外，还有了儿子？我现在只是一个几岁的孩童，我妈只当我是胡说八道。我把上辈子发生的一切原原本本告诉了她，我妈越听脸色越苍白，可她还是固执地摇头。不会的，你爸不会这样对我们。我语气越发坚定。妈妈，你整理存折的时候看到爸爸的护照了吗？我妈一顿，她确实发现我爸的护照失踪了。我继续道，他只是去当海员，要护照做什么？我妈一脸狐疑，沉默片刻后缓缓摇头。肯定是你爸收拾东西的时候一起带走了，就算他不要我们了，他还能连自己的亲妈都不要了吗？你奶奶年纪这么大了，你爸不会这么狠心的。没办法，我只能凭借记忆从柜子最底下的抽屉里拿出一沓信递给我妈，这是我爸临走时忘记带上了。信上，我爸详细阐述了他假死的计划和目的。我假死后，我们就带上儿子去国外，把我妈丢给那对母女。她年纪大是累赘，我们一家3口在国外好好过日子。安珍就算考上大学有什么用？生不出儿子的女人就是没用，女儿就是拖油瓶。等以后我们宝贝儿子大了，我再回来认亲，到时候那个臭丫头还敢不帮衬这个弟弟？这可是我们季家唯一的独苗。再说了，在他们眼里，我是为了家庭才失足坠海的，他们要是知道我活着，不高兴坏了，还能计较我儿子的事？我妈一封封拆开看，越看到后面，脸色越难看，双手止不住的颤抖。最后，她双手掩面，崩溃大哭。季胜这个混蛋竟然敢这么对我，我为他放弃那么多，结果他是骗我。我伸手肥嘟嘟的小手，笨拙地擦去他脸上的泪。妈妈，为他放弃自己的梦想不值得，你一定要好好上大学，这是你唯一改变命运的机会，不要把生命浪费在这种人身上。我妈如梦初醒，紧紧抱住我。妍妍，上辈子你跟着妈妈吃苦了，你放心，这辈子妈妈一定会好好努力，一定让你过上最好的日子。我咧着嘴笑了，以为在妈妈怀里贪婪地享受着妈妈的味道，只要和妈妈在一起，就是最好的日子呀。
片刻后，我妈看了看屋外，低声开口：“这件事情我们先不要告诉你奶奶，她年纪大了，身体又不好，我怕她经受不起儿子不要她了这个打击。”第二天，我和奶奶起床时，我妈已经做好了早饭。妈，妍妍，你们先吃饭，我去上课了。我想明白了，我既然考上了大学，我就一定不能白白浪费这个机会。奶奶诧异我妈一夜之间的改变，但对她的行为举双手赞成。你早该这么想了，那大学是谁想上就能上的？等季胜回来，知道自己有个大学生老婆，脸上也有光啊。奶奶一直坚信她的儿子还会回来。我和我妈对视一眼，默契地摇了摇头。我妈走后，我学着上辈子的样子收拾碗筷，打扫家务。奶奶摇着蒲扇打趣：“你这小丫头倒是伶俐，不过这不是你该干的事，好好去看你的书，女孩子更是要多读书，学文化。”奶奶就是这样，在重男轻女的年代，她也知道女孩的出路就是读书。我妈上大学的4年，基本将奶奶的养老钱掏了个干净。但好在我妈学习很认真，每年都拿奖学金，有时候课后还要在卧室里学到深夜。奶奶看不下去，时常劝她早点休息。安珍，读书再重要都没有身体重要，我们一家老小都指着你呢，你不能垮啊。我妈总是温柔的笑笑：“没事的妈，我待会就睡了。”这回奶奶经常会翻我妈一个白眼，书呆子。但是我知道，奶奶嘴上虽然嫌弃，但实际上她可支持我妈了。每天晚上，妈妈的书桌上总有奶奶送去的热牛奶。周围邻居说闲话，说我妈上了大学攀高枝，就不要我们祖孙了。我奶也是拄着拐杖站在别人门口骂：“我儿媳妇能考上大学是她有本事，谁要是再敢说她半句不好，我老婆子绝对不会放过你们。”我奶奶经常跟我说：“妍妍，你要向你妈妈学习，女孩的未来绝对不是在厨房的1亩3分地。”日子就这样不咸不淡又充满希望的过着，直到那天晚上，奶奶突然昏迷不醒，妈妈吓坏了，背上奶奶就准备去医院。我赶紧从药箱里掏出几颗速效救心丸，塞进奶奶嘴里。我妈秒懂，可背上的奶奶因为没有支撑，堪堪的往下滑。我妈又瘦，根本就背不动。就在这时，大门突然被踹开，一个魁梧的男人一把接过奶奶，直奔医院。检查后，医生长舒了一口气，还好你们给她吃了速效救心丸，又及时赶来医院，否则真不一定能捡回来这条命。这时我才注意到我妈身边的男人，个子高挑，身形是这个年代普遍的孔武有力。我妈站在他身边，脸色微微发红。谢烨，今天多亏了有你，要不然我妈今天就危险了。男人脸瞬间通红，尴尬的挠挠后脑勺。你太客气了，同学之间举手之劳，你要是有什么需要的再找我，我今晚哪里也不去，就在这里守着。一股暧昧的气氛在空气中流动，我悄悄看了我妈一眼，耳尖绯红。就在这时，奶奶醒了。这次心脏病发十分凶险，她只能靠在枕头上喘息，拉着我的手小声说话：“妍妍，谢谢你。”她又抬眼看向谢烨，语气礼貌，眼神中又带着十足的疏离。“小伙子，谢谢你送我来医院，今天就不麻烦你了。”谢烨固执地摇头：“不麻烦，我今晚就待在这里，万一夜里有急事，安珍和妍妍也不方便。”他的语气更坚定，不容置喙。奶奶只能乖乖闭上嘴巴。刚开始，奶奶行动不便，大小便都是我妈伺候。奶奶在医院住了1个月，白天我妈把饭做好送来，我在医院陪着奶奶，等晚上我妈再来医院陪床。就这样，1个月后，我妈整个人瘦了一大圈，本来就纤细的身材更是像一阵风就能刮倒。我奶奶心疼坏了：“你不要每天给我做饭，医院的食堂有的吃。”我妈不听，第2天继续做。医院做的哪有自己家做的有营养？我累点没事，你把身子养好就行。我看了看我妈空荡荡的手腕，大声问道：“妈，外婆留给你的手表呢？”我妈一惊，忙不迭地扯下衣袖：“我放在家里了，现在事情多，我怕丢了，就没带出来了。”奶奶可不信，不可能，那是你妈临走时留给你的，我从来没见过你摘过。突然，她恍然大悟道：“你不会是把手表卖了，给我拿医药费了吧？你这孩子怎么这么傻？”我妈尴尬地瞪了我一眼：“没事的妈，到时候我再买回来就是了。”我妈走后，奶奶靠在枕头上，沉默了很久。突然，她声音哽咽：“妍妍，其实我知道你爸是回不来了，但是有私心，我总怕万一你爸回来，你妈身边有了别人。可是现在我明白了，你爸他死了，不可能再回来了，我不能这么自私。你妈这么好的女人，配得上更好的男人，我不能耽误她。”当晚，奶奶把妈妈和谢烨都叫到病床前，她将2人的手紧紧握在一起。“好孩子，以前是我被猪油蒙了心，现在我明白了，我这么好的儿媳妇一定要幸福。小伙子，你要是敢对我女儿不好，我拼了这把老骨头也不会放过你。”我妈又看了我一眼，她的顾虑太多。我朝她狡黠一笑：“我拼了这把小骨头也不会放过你。”病房里一阵轻快的笑声。谢烨抓住我妈的手，郑重启示：“阿姨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照顾安珍和妍妍，也会好好伺候你，给你养老送终，以后您就是我亲妈。”我妈眼圈通红：“妈，那季胜呢？”奶奶眼里闪过一丝悲痛，转过身摆摆手：“他早就死了，销户吧。”从那天起，谢烨往我家跑得更勤了，没事给我们带点进口的巧克力，有时候给我买一条实心的裙子，有时候扶着奶奶去公园遛弯。在我们的精心照料下，奶奶的身体已经大好，连说话都比以前有底气了。妈妈也顺利毕业，和谢烨分别进了2家大公司实习。妈妈工作很努力，那段时间她每天天不亮就起床，回到家了已经是深夜。奶奶劝她不要这么拼，但我妈还是和以前一样，
固执地摇头。妈，我现在大学毕业了，我必须要让你和妍妍过上好日子。1个月后，她实习通过，顺利留在大公司工作。奶奶说，妈妈一定可以走出自己的一片天，我相信奶奶说的话。7年后，我妈已经升职为公司的中层干部，拿着可观的年薪，我们一家也搬进了市中心的大平层。我的妈妈终于实现了自己的理想，做着自己爱做的事，身边围绕着爱她的人。谢烨这些年其实向妈妈求过很多次婚，但每次都被妈妈拒绝。他说，在我高考前，他不想考虑这些事情。谢烨爱妈妈入股，自然同意，只是往我家跑的次数更多了，变着花样给我们送好吃好玩的，哄得奶奶天天笑不拢嘴。不知情的邻居都是羡慕奶奶，大妈你有福气啊，女儿女婿都这么孝顺。我奶笑着点头，从不解释。高3这年，学习压力陡然加大，妈妈怕我跟不上节奏，特意给我请了专家1对1辅导。后来她又怕我压力太大，妍妍实在考不上，妈妈送你出国，这笔钱妈妈出得起，别累坏了，妈妈努力就是为了让你可以享受生活。奶奶还是和当初一样，每晚送上1杯热牛奶，只是这次对象换成了我。妍妍是你闺女，有你的基因，你忘了你当初学习的时候有多拼。要我说，妍妍你能学到哪，奶奶就攻到哪，我们女孩子就是要多学文化，要不然被臭男人哄回家生孩子怎么办？我妈只能无奈地偷偷翻白眼。妈，你那点私房钱自己留着吧，妍妍上学哪能花你的钱？奶奶的拐杖在地上狠狠一杵。不知道了吧，我们之前那套老房子要拆了，听着拆迁款上8位数呢，到时候我都留给我这个大孙女。在这么紧张又欢快的气氛中，高考顺利结束。查分当天，奶奶特意早起上了3炷香。我们一家端坐在电脑前，10点闹钟一响，我颤抖地点击查询键，总分702分。我妈激动坏了，把我紧紧搂在怀里。妍妍你太厉害了，这个分，全国最一流的大学你都能随便选。谢烨紧张地搓搓手。我去菜市场多买几个菜，给妍妍做顿好吃的。奶奶一拍她的脑袋，一脸嫌弃。做什么做？今天我们吃大餐，奶奶请客，庆祝我大孙女蟾宫折桂。当天晚上，我妈和谢烨商量给我办升学宴，奶奶大手一挥，办，必须办。方圆10里的狗没来，都是你们没通知到位。升学宴上，奶奶听着别人恭维的话，笑得合不拢嘴。我这个孙女从小我就知道她有出息，这不，高考是全省第3名。我最近正瞅着让这孩子上清华还是北大呢，家里电话都被打爆了，我老太婆耳朵都快被吵聋了，这不是都抢着要我孙女吗？主要是我闺女基因好，她那个年代能考上大学，现在又是个大领导，我大孙女还能差吗？这些年，我妈和奶奶早就以母女相称，她们已经是彼此最亲的亲人。酒席正酣，大门突然被推开，一个男人带着男孩大步进来，跪在我妈脚下，泣不成声。妈，我是小盛，我回来给您养老了。奶奶拨开排队等着向她敬酒的亲戚好友，亦步亦趋走到我爸面前。多年未见，我爸老了很多，穿着不合身的外套，鬓角已经生了白发，胡子拉碴，看得出现在过得很不如意。他旁边的小男孩估摸比我小几岁，又黑又瘦，黑眼珠滴溜溜地转，四处打量。奶奶蹲下身，仔细看了看两人，抬起拐杖重重敲在我爸的背上。你这个大骗子，竟然敢骗到我头上！我儿子早就死在海边了，怎么可能现在回来，还带了个这么大的孙子？我爸咬紧牙闷哼一声，也不敢顶嘴。妈，我当年坠海昏迷，醒来人就在国外了。这些年我一直想回来看你，就是回不来啊。妈，我真的太想你了。奶奶扫了一眼旁边的男孩，语气揶揄，没机会回国看我，也不来一封信，倒是给自己生了个大胖小子。我爸这才反应过来，推搡着男孩上前，浩浩，快叫奶奶啊！季浩低着头，嗫嚅地开口，奶奶。我奶轻哼了一声，可别瞎喊，我就妍妍一个大孙女，谁知道你们从哪冒出来的？警察都说我儿子早死了。我妈怕我奶气坏身子，过来安抚她。妈，别为这些陌生人生气，待会我让保安赶出去就好了。妍妍的升学宴还得您坐镇呢。听了我妈的话，奶奶顿时笑开花。还是我闺女说的话中听，走走走，我们继续吃饭，让保安把这些碍眼的人都赶走。我妈扶着奶奶要走，我爸一把扯过我妈的胳膊。安珍，我是季盛啊，你也不认识我了吗？我真的没想到你上了大学，现在还混得这么好，我们妍妍你也教育得这么出色，这些年真是辛苦你了。她低头看了一眼季浩，尴尬地解释，我一个人在国外的时候就想着一定要和你们团聚，但是你要理解我，我毕竟是个男人，我有自己的需求，而且妍妍怎么说都是个女孩子，关键时刻不顶用，我们季家还是要有个男孩传承香火，我想你应该不介意的吧。以后我让浩浩认你当妈，你也有儿子了。我妈白眼都快翻上天了，你这人有毛病吧？我老公10几年前就死了，你从哪冒出来的？上来就认亲，赶紧给我走！我爸还是拉着我妈不让走。谢烨冲过来，一把推开我爸，真让你放开，你没听见吗？我爸看到谢烨搂着我妈两人亲密的样子，怒火瞬间涌上天灵盖。安珍，你这个贱人，我当年可是为了你才出去当的海员，老子还没死呢，你就在外面养了野男人，你要不要脸啊？他话还没说完，谢烨一拳挥过去，我爸的嘴角瞬间红肿出血，谢烨的眼睛都快喷火了。把你的臭嘴闭上！我最后再告诉你一遍，妍妍的爸早就死了，已经在派出所销了户，你要是再敢多说一句，在警察来之前，我不介意让你多受点皮肉苦。我爸这些年受了很多，和谢烨的大体格比起来，更显得弱不禁风。
他眼神闪躲，最后在我们身上一个个扫过。你们给我等着！回到家，奶奶的拐杖在地上敲得砰砰响。好好的升学宴，让那个王八蛋给毁了，气死我了！我妈看了我一眼，试探开口：“妈，我早就想和你说了，其实那个人就是季胜，当初他是假死。”妈妈把当年的事原原本本和奶奶说了一遍，担心奶奶接受不了，像奶奶死了就死了这些话，妈妈没有说出来。没想到奶奶听到后，只是重重哼了一声。管他是谁，我儿子早就死了，他既然不要我这个娘，我也没必要这个儿子。当初他一走了之，你一个女人家吃了多少苦，现在你们有出息了，他就回来了，还想让我认那个孙子，绝对不可能。他以为我是什么重男轻女的老古董吗？现在我只有你一个闺女和妍妍一个大孙女。我妈长舒一口气，这些年她从来不敢和奶奶多提我爸的事，怕惹她伤心。但是她不知道，奶奶比她想象中还要明事理。更重要的是，比起爸爸，奶奶清楚谁才是最关心她的人。只是没想到几天后，我爸带着记号竟然找上门了。他跪在我奶奶的面前，狠狠扇了自己几个耳光，痛哭流涕。妈，这些年我没在您面前尽孝，是我对不起您。但是就算您不认我，你也得认浩浩啊，他是我们季家唯一的男孙啊。我奶坐在沙发上转了个方向，不为所动。我爸也跟着奶奶跪着挪了个方向。妈，妍妍是优秀，但她毕竟是个女孩，以后要嫁人的。浩浩才是我们老季家的根，以后等你不在了，只有浩浩才能给你刷盆上坟啊。我奶气地反问他，那你现在回来什么意思？让你儿子给我上坟？我爸慌乱地解释，我不是这意思，我想的是浩浩毕竟是我们家的香火，必须得认祖归宗。奶奶追问，然后呢？我爸以为有戏，兴奋地摩拳擦掌。我还听说你那套老房子不是要拆迁了吗？拆迁款干脆留给我们浩浩，孩子这么小，以后还要结婚娶老婆，花钱的地方多着呢。我奶气得鼻孔都快冒烟了，举起拐杖就朝我爸头上狠狠敲了一棍。赶紧给我滚！我就知道你没安好心，我实话告诉你，就算你是我儿子，也一分钱没有。那套房我早就改成妍妍的名字了，拆迁款是他的，别人一分钱都拿不到。实际上，上次我爸在升学宴上出现后，我奶就猜到他是为了这套房子来，当天下午就带我去过了户。我爸瞬间瞪红了眼睛，妈，你是不是老糊涂了？季妍就是个丫头片子，以后要嫁人的，你把这么多钱给她，不是便宜了别人吗？只是浩浩才是你嫡亲的孙子。我奶气的又要用拐杖敲他，我的钱我爱给谁就给谁，轮不到别人说三道四。你要是再不走，我就打电话给小谢了。一听要找谢业，我爸的身体明显抖了一下，带着记号头也不回的跑了。只是没想到，我爸当天下午就去公司找到了我妈。我赶到我妈公司的时候，我爸已经闹开了，他指着我妈破口大骂，趁自己老公不在家就跟着别的男人鬼混，现在还当上了领导，你一个女人能有这么大本事？谁知道你是怎么爬上来的？你还敢怂恿我妈把房子过户给那个丫头片子？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不就等着我妈死了以后，你就合眼男人拿走拆迁款？我告诉你，你想都别想，那是我妈的房子，是我们季家的财产。办公室里开始窃窃私语，看这男的说话不像是假的，安总不会真的出轨了吧？说不好，安总工作再努力也是个女人，你敢保证她一路上都是干干净净的？但是安总在公司这么多年，我们从来没见过这个男的，怎么突然就变成她老公了？我妈体面了一辈子，竟然给我爸这个不要脸的闹到工作单位，气得脸通红。我爸见有人相信他，得意的眉毛竖得老高。安贞，我告诉你，你现在立刻把我妈的房子还给我，我就考虑放过你，否则我就让大家都知道你到底是什么货色。我妈气得浑身发抖，从抽屉里掏出早就准备好的派出所的销户证明，甩在我爸脸上。你这人要不要脸？连警察都说我老公早就死了，你现在出来胡说八道什么？我妈的老房子，她愿意给谁就给谁，关你什么事？你说你是季胜，那我问你，你失踪了这么多年，怎么现在才回来？你妈生病住院，命悬一线的时候，你怎么不回来？我看你就是觊觎我们家的拆迁款，才假冒季胜的。我爸还想狡辩，我从人群中站出来。你说你是我爸，那你怎么忍心把我和奶奶丢给妈妈10几年？你知不知道当初妈妈为了养活我和奶奶，差点连大学都没上？你知不知道她差点放弃了自己的梦想，成为一名车间女工？如果你真是我爸，你还算是个人吗？我妈搂着我的肩膀，拿走我手里的资料，扔在我爸脚下。今天早上你就去我家闹过一次，还好妍妍告诉我了，我特意找人查了一下你的底细。你和你女友在国外待了10几年，生了个儿子，但是前几年你女友嫌你穷，跟当地白人跑了，你又沾上了赌博，把身上的钱输了个干净，欠了一屁股债后，你在国外被人追杀，只能逃回国内。回了国内你还不老实，继续赌，现在又欠了一大堆债，所以你冒充了季胜的身份，为的就是霸占即将要拆迁的老房子，好继续去赌吧。再说你那个所谓的儿子，我看比妍妍也小不了几岁，如果你真是妍妍爸爸，那你一定是婚内出轨生的儿子。你今天不要走，我们当着警察的面把话说清楚。我爸一听报了警，生怕自己黑户的身份暴露，抬起腿就要跑，但被身后的保安挡住去路。你在我们公司闹事，现在还敢跑？在这乖乖等着警察来。刚才的质疑声通通消失，换来的是对我爸的唾弃。一个大男人招摇撞骗过日子，真是丢尽了我们男人的脸。我就说安总怎么会是他口里的那种人？整个公司谁敢不承认安总的业务能力？臭男人嘴真贱，自己是个社会败类，就会给我们女人泼脏水。你看，真相瞬息万变，不知道是谁带头，一个塑料杯扔到我爸脸上，紧接着越来越多的文件夹、苹果纷纷砸向我爸。
等警察把我爸带出公司的时候，我爸已经被砸得鼻青脸肿，看不出原来的模样了。这场风波过后，我妈决定在我上学前尽快和谢烨结婚。我是他们的花童，而奶奶作为妈妈的妈妈出席婚礼。婚礼上，谢烨对着我妈，眼神温柔的似乎要滴出水来。珍珍，认识你是我这辈子的荣幸，我愿意用我的余生来爱你，守护你。我妈也感动得眼圈通红。谢谢你这么多年一直陪我走过风风雨雨。两人在台上幸福拥吻，奶奶在台下偷偷抹着眼泪。真好，我这两个孩子太不容易了，谁要是敢和他们过不去，我就和他没完。说着，他还时不时地朝门口看去。我知道他在担心什么，但他再也不用担心了。我爸因为寻衅滋事被关了15天，放出来后，他揣了把刀，直冲我妈的办公室。没想到还没进公司大门，就被谢烨安排的人在门口按下了。他们把我爸拖到巷子深处，一阵拳打脚踢后，又把他送去了欠钱的债主那，现在已经被卖去了黑窑厂。我爸黑户，压根没人管，是他们那里的香饽饽，每天两眼一睁就是干，干不动就是一顿打，现在估计已经折磨得没人样了。至于我那个名义上的弟弟，已经在奶奶的示意下被谢烨送去了福利院。奶奶说，咱们国家福利这么好，定然能让那孩子吃饱穿暖。如果这孩子以后要上大学，学费我来赞助，别的我也没有了。上大学后，我妈还是经常给我打电话，和我分享家里的大事小事。她告诉我，她决定和谢烨单干了。其实我妈在原来的公司积攒了很多的经验和人脉，以她的能力早就可以出来单干，但是她还是考虑到在我高中阶段需要一个稳定的生活环境，硬生生的拖了几年，现在终于可以放开手脚了。我在电话里告诉她，妈妈，你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，我永远为你骄傲。我妈在那头沉默几秒，声音哽咽，谢谢你，妍妍。自从我妈创业后，我奶一个人在家的时间就多了，我怕她无聊，没事就给她打电话。一开始我奶还和我絮絮叨叨，隔壁夫妻吵架了，楼下婆婆离家出走了。后来我再打，她就开始不耐烦了。妍妍，你要是没事，能不能骚扰你们学校的小帅哥，别老来找我这个老太婆，我忙着呢。我问我妈才知道，小区楼下开了个健身俱乐部，我奶没事就去看别人练腹肌，人家看她年纪大，又不好赶她走，只能随她去了。后来的后来，我妈的公司赶上电商风口，顺利走上正轨，赚得盆满钵满。她偷偷告诉过我，现在她攒的钱，我10辈子都花不完。我大学毕业后顺利保研，留在北京，现在已经在一家科研机构上班了。我的奶奶因为在健身房偷摸教练腹肌，被健身房拉黑后，只能天天在手机上刷宽肩窄腰男模视频，好几次躲在被窝里刷到半夜，被我妈抓到。后来晚上10点强制没收手机，她才作罢。我们一家都有美好的未来啊。